卫星。到。你是王海大队第多少名飞行员？王海大队有73年的历史，我是王海大队成立以来第149名飞行员。你知道王海大队的荣誉吗？王海大队的荣誉是战场上打出来的，是刺刀见血拼出来的。抗美援朝，王海大队以攻占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打出了国威军威。从你加入王海大队的这一刻起，就担负着最艰巨的任务，责任、奉献、牺牲就摆在你们面前。万家团圆时，我们战巡东海，直面生死，因为我们的祖国不容任何侵犯。只要一声令下，拎起头盔，我们就上，誓死歼灭一切来犯之敌。飞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人民。飞行员都是有一个梦想，都想飞到国家最先进的一个机型。当你具备了资质的时候，你的身上的责任就更大了。发现敌机，行动，无电方向，无电方向，被锁定，拉升。每一名飞行员到这里来改装，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像在地狱走一遍的感觉。每一个人可能要学几十甚至上百种东西，所以说你不把很多能力锻炼好，到空中那你肯定永远是挨打的。最具有优势性的就是它的隐身性能。你可以试想一下，敌方的雷达上没有目标，但是我方已经具有了攻击你的能力，会对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只会仓促的进行逃窜，来规避我们的一个威胁。这种夜间的空战，因为它整个外部的这个环境跟白天是不一样的啊，缺少了这种参照物，飞行员特别会容易出现这种错觉，能够直接体现啊一个飞行员的作战实力啊，他的战斗力的高低。调到09自导完结，左转脱离，是目标状态，目标被摧毁。从现在开始考核通过了，然后明天就是一名合格的战斗员了。谢谢我，谢谢我，后边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飞上这款飞机，我是很荣幸的，但是其实也是倍感压力的。每天大家都是在忙着学习啊、训练啊，从早到晚，但是我们也乐在其中，因为我们在守卫着这份荣耀，带着祖国和人民给我们的信任去飞这款飞机。这种机型航电系统各种操作是不一样的，那就是需要我们地面认真准备，完了座舱实习，把这个航电的特点、怎么使用、怎么操作的要熟练，这样在空中才能发挥出这个飞机的作战效能。我们的装备，包括我们的战斗员，我们的装备跟人都上去了，还有我们人员的技战术素养也上去了。军人他就没有这种过年或者说过节这种机会，因为我们要担负24小时战备，每一次拉动都可能是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我们随时准备好去打仗。为了我们大家能过一个安稳祥和稳定一个新年那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去付出。随着警报响起，卫星和战友们迅速战斗起飞，划破长空，执行紧急任务。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你已经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通报你的国际识别码和飞行目的。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无论是空中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哪怕甚至是牺牲，我们站的位置绝对不会说后退。我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我一定要站在这个位置上，阻止他进入我们的领空。王海在大队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只有勇敢的飞行员才会取得空战的胜利。勇敢，它是一种写入到我们血液的一种精神。我觉得我有能力、有气魄去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使命，人民交给我的使命。1号6度9任务完成，继续返航。6度9可以返航。9次战行，任务完成不送。战斗执勤回来之后，当时黄昏的景色是很美的，夕阳西斜，照射着我基地下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看着万家的灯火，袅袅的炊烟，我感到我很荣幸，作为空军的一员，我能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技术、用我的能力去维护国家的主权，确保人民能够幸福，我感到很自豪。当我驾驶战机在座舱里俯瞰祖国宝岛的时候，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宝岛的这个整个的海岸线还有山脉，那一刻我的心中是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我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以后我一定还会飞过来。那一块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没有像说的那些这条线或者那条线。建功蓝天，守卫蓝天，我们歼20飞行员和战友们一起共话同心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在捍卫国家领空安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歼20飞行员潜心利剑，昂首亮剑，让祖国和人民放心。